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噶。呢集呢，同大家睇下啲香港嘅新聞啦。咁有內地媒體啊就話而家香港嘅樓價已經跌到翻去7年前啊。有好多人就喺度講啦，而家係唔係打破咗內地樓市嘅香港信仰呢？咁點樣為之香港信仰呢？即係話香港嘅樓價一直呢都係堅不可摧，企得好硬，回報又好，甚至呢變現能力又高啊。而且香港係全球房價最貴、最難負擔嘅城市之一嚟㗎。連續咁多年嘅暴升之後呢，咁香港嘅樓價終於喺2022年開始下跌啦。按照官方嘅資料所顯示啊，香港嘅私人住宅價格喺2022年大跌咗15.6%啊，成交量係大跌40%啊。今年8月份，李嘉誠旗下嘅長江實業公布新盤嘅售價竟然係比周邊嘅二手樓係平30%啊！咁你可以睇得出啦，李嘉誠會唔會死錯人啦？連佢啊都要咁樣跳樓價咁樣賣樓啊！咁你就知道而家到底發生緊啲乜嘢事啦？咁啊跟住李嘉誠肯定係冇死錯人噶嘛！咁香港嘅樓價呢，可以講得上係一夜之間回到7年前啊！對樓市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震撼彈嚟㗎。咁其實啦，由今年開始啦，年頭啊，香港係受到同內地全面恢復通關嘅刺激，香港樓市曾經係出現過小幅嘅反彈啊，但係好景不長啦。第二季開始加速下跌啦，香港嘅樓市講得上係叫做搖搖欲墜，而香港政府近期推出一系列嘅救市組合拳啦，包括係減辣啊、按揭貸款保證期又延長啊，咁就係希望咧可以防止樓價下跌得太犀利。去到11月2號啊，大陸嘅三聯生活週刊微信公眾號發咗個文章，佢就講到話香港樓市何去何從啊，對於內地樓市嘅手勢係有好強嘅參考價值啊。佢話有關房價信仰嘅延續啊，呢個文章一出呢，內地嘅市民啊對於樓價漲跌就非常之敏感啦，即刻有大量討論啊，甚至乎呢一個文章又上熱搜啦。按照呢個文章嘅分析啊，話香港樓價快速下跌嘅原因，主要就係過去咁多年上漲太快啦。按照香港嘅官方資料啊，2010年到2021年，香港嘅樓價指數由163點上升到398點，累計升幅係有1.44倍啊。無論係絕對房價定係房價收入比香港嘅樓價都係全球頭幾位啊。連續升咗10年之後，香港樓市就累積咗一個比較大嘅泡沫啦。而美國聯邦儲備局喺2022年進入強勢加息週期，就成為突破香港樓市泡沫嘅導火線啊。而美國加息就引發其他國家同地區嘅樓價大跌，呢一點喺歷史上邊已經係出現過好多次㗎啦。咁呢一個咁樣嘅分析咧，如果你套落澳門度，同樣都係可以用得到嘅。澳門嘅樓價仲加犀利啦，2010年升到而家肯定就唔止1.44倍啊。而且澳門同樣都係進入咗一個加息週期㗎，因為美國嗰邊加息啊嘛。咁所以成日話救市啦，香港減完辣啦，你大家都睇到有目共睹啦，有冇升一啲樓價？咁再加上啦，港紙係行美元嘅聯繫匯率制啊，目前呢係維持喺一定嘅匯率入邊，所以美元入加息週期，港紙都被逼跟隨加息。呢個情況澳門一樣。2022年啊，香港嘅利率由0.5% 就大幅上調到4.75%，係大幅增加咗買樓嘅成本啊，亦都為要買樓嘅人帶嚟一個好沉重嘅負擔。而文章亦都指出啦，隨住香港房價利率大漲啊，最直接嘅衝擊就係買樓嘅人，佢每月供樓個負擔係快速加重㗎，而且樓價下跌啊，有好多人啊之前係用一個高槓桿去買樓㗎。咁其實用高槓桿，你話佢買樓有啲唔正確，正確啲嚟講呢，應該係話佢哋係用高槓桿去炒樓。咁所以如果樓價下跌，呢班人呢成為負資產，係會比一般嘅用家更加瀨嘢嘅。咁而家亦都講到，原來有唔少嘅業主呢係選擇
斷供放棄層樓，而且仲有唔少嘅業主係避免淪為負資產，就趕住喺樓價下跌到紅線之前就提前賣出啊，導致到而家香港樓市嘅賣盤係越嚟越多，進一步加大咗樓市下跌嘅壓力啦。而對於嗰啲計劃買樓嘅市民啊，香港樓宇按揭利率大幅上升，連帶埋個貸款成本都有提升啊，係進一步導致而家嘅買房能力係下跌啦。而香港樓市嘅買方力量亦都係大幅減弱啊，所以香港跟隨住美國大幅加息之後呢，對於香港樓市嘅供需雙方亦都有一個極大嘅殺傷力啦，就導致到香港樓價喺2022年一年大跌16%，到今年啊仍然未停噶，係快速回到7年前啦。咁呢度再講一講啦。咁其實之前呢，香港係有催谷過一下樓市嘅，咁嗰一下樓市呢，就令到出現咗唔少嘅納米樓啦。咁呢批納米樓呢，可以講得上而家變到垃圾價咁噶啦，好多人買咗納米樓都係蝕錢嘅。希望澳門就唔好出現納米樓啦。咁另外啦，2022年其實都係疫情期間嚟嘅，疫情期間咁啊樓價下跌，我覺得都係一個市場上好正常嘅舉動。但係你話疫情完咗仲有跌呢？咁加息當然一定有影響啦。但係加息個影響係唔係嚟得咁強咁大呢？呢個有少少疑問嘅，因為香港而家呢，你見到政府話推夜繽紛啦，咁如果經濟好嘅話會推夜繽紛，我就問大家一個問題啦，你靠住呢啲夜市啊，可唔可以搞到幾百億嘅稅收翻嚟啊？搞唔到嘅話，咁其實你呢個夜繽紛只不過係做一場好戲啫，咁啊要做功課，做到嘢，做俾人睇。咁啊，香港嘅特首李家超就話啦啊，要抄大陸淄博燒烤嗰一套啊。咁但係淄博燒烤其實而家已經冇晒熱度噶啦，佢紅只不過紅咗3個月咋。咁之後應該我會再出一條片同大家講淄博燒烤嘅。咁其實之前都講過啊，咁但係而家呢，佢好似有啲新嘅資訊想轉型，所以會同大家講一講。再加上香港特首李家超都話要借鑑淄博燒烤啊嘛，但係可能佢嘅商業信息呢未收得咁快，仲停留喺淄博燒烤好紅、好旺、好火，但係佢冇了解到而家淄博燒烤嗰個地方呢，係有大量嘅燒烤鋪係轉手頂讓啦，係多到嚇死人啊！如果香港學個淄博燒烤咁樣紅嗰3個月，然後大量嘅鋪頭轉讓，咁就好大鑊啦。咁我哋睇翻個報道講啲咩啦？佢呢個報道啊提到啊，香港樓市而家個困境呢，好容易令人諗起1997年啊，當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後，香港個樓價係迅速暴跌啊！喺1997年到2003年啊，累計跌幅70%啊，將近20萬人淪為負資產。咁對香港嘅樓市壓力嚟講，距離結束呢可能仲早啊！如果長時間維持喺高利率，甚至利率持續走高，無論係對樓市定係對宏觀經濟都有一個巨大壓力。咁利率呢度都講少少啦，咁啊題外話啦。咁其實點解美國要不停加息呢？佢就話個通脹好犀利啦，但係個通脹點嚟呢？咁其實而家個通脹呢係解決唔到㗎。我哋原物料上面有通脹啊，咁因為呢，而家俄烏戰爭啦，咁烏克蘭就係一個叫歐洲糧倉嘅地方嚟嘅，咁糧食肯定係上升㗎啦。糧食上升完之後，而家嚟到以巴衝突咯。以巴衝突咁樣搞一搞呢，其實中東國家呢可能會趁機令到啲石油加價或者減產嘅。咁幾樣嘢夾擊埋落嚟呢，咁其實個通脹唔會話跌得去邊咯，咁個加息週期可能仍然都喺度啊，咁但係可能今年個加息會比較放緩啦，因為都已經年尾啦，11月啫嘛，但係明年會唔會再加嘅幅度去到幾多呢？咁呢個就暫時唔知道啦，要睇下環球經濟局勢同埋地緣政治搞成點啊。咁呢個文章繼續提到啦，佢話香港政府而家開始出手拯救樓市啊，係為咗想避免當年金融危機期間嘅暴跌捲土重來啊。咁香港特首李家超最近發布嘅施政報告入邊啦，提咗好多嘅救市措施啦。但係你出完呢啲咁樣嘅減辣手段啊，好多嘅專業機構對於香港嘅樓市仍然都好悲觀啊。
啊。事實上啦，香港樓市呢一輪嘅大跌，亦都係為內地樓市敲響警鐘啊！一直以嚟啊，香港係內地樓市嘅重要參照物啊。就算內地樓市處於寒冬，好多人對樓價仍然係有幻想㗎。好大程度上，內地樂觀派人士佢哋嘅樓價信仰係嚟自香港嘅樓市啊。點解呢？因為如果你香港嘅樓市升，喂，我大陸呢度都唔會點跌啦，啱唔啱啊？咁但係而家調翻轉咯，你香港嘅樓市如果喺明年大跌嘅話，咁我哋大陸嘅樓市會唔會有下跌啊？咁大陸嘅投資者諗嘅係呢一類嘢啊嘛，佢將香港當咗係一個參照物啦。咁而且香港嘅樓個租金回報高嘅，另外啦，而家下跌咗，佢個租金冇乜點跌㗎。再加上香港嚟講，你樓啊，二手樓個價值呢係會好過大陸二手樓嘅價值。大陸你能夠賣得出嘅二手樓，基本上都局限喺一線城市。你香港嘅樓有變現價值，有租金回報，一個咁好嘅參照物你都下跌，更何況係大陸變現能力比較差嘅樓，你覺得會唔會跌啦？咁但係啦，亦都有少少根本性唔同嘅，因為大陸而家呢，你嗰類嘅房企就唔能夠劈價賣樓。我話你知，如果係佢哋俾劈價賣樓嘅話，個價會好靚咯，會跌得好勁咯。因為而家佢哋想維持翻樓價穩定，唔好俾佢大升大跌啦。而且你發展商如果係之前賣咗啲貴價樓俾人，而家你劈價賣樓嘅話呢，大陸嗰班業主係會輸打贏要㗎，係會去維權㗎，要求你唔俾賣樓㗎，鬧到上市政府、鎮政府㗎。咁所以大陸嘅房企呢係冇得減價賣樓，而家就維持住一個僵局咯。咁變咗可以跌嘅得二手樓。咁香港樓市啦，其實經歷咗1997年大跌之後呢，到最尾都係升翻嚟嘅。所以好多人認為啊，內地樓市尤其一線城市嘅樓呢係可以長期持有，就算短期出現下跌，長期都係會升翻嘅。咁呢點亦都可以解釋下啦。咁一二線城市、三四線城市係有根本性嘅區別㗎。大陸其實就算人口下跌呢，佢一二線城市仍然都係大部分人會衝去打工、會衝去揾機會嘅地方。就算而家躺平都好啦，亦都有唔少人去一線城市嘅。咁所以一線城市、二線城市嘅樓價呢係會企得硬同有投資價值，因為佢哋永遠都係可以住得滿人啊嘛。咁就算大陸嘅人口喺10幾20年之後下跌咗啊，一二線城市仍然都係會爆滿嘅。我自己咁樣睇，因為始終要揾機會啊嘛。除非出現咗一個特別狀況啦，就係成個經濟啊、技術啊，令到啲人可以完全唔使出街就可以返到工，做到晒所有工作，包括埋服務業都係啊，即係用機械人代替啦。咁嘅話呢，就可能大家就未必會湧去一二線城市咯。咁但係呢一個咁嘅時間唔知幾時嚟到啊。咁講翻香港樓市啦。咁香港樓市頭先講到啦，話會升翻嚟啊嘛。咁呢個觀點呢係有危險嘅地方㗎。佢話一方面係忽略咗香港樓價當年暴跌嘅慘烈程度啊。1997年到2003年啊，香港樓價暴跌70%啊，幾十萬人淪為負資產之後，佢嘅屋只能夠被逼拍賣啊！長達6年嘅樓價下跌週期入邊啊，好多人係冇辦法堅守到後來嘅樓價反彈啊！如果由更長嘅時間點嚟睇呢，雖然香港嘅樓價暴跌70%之後仍然可以大幅反彈啦，但係經歷咗10幾年嘅大升之後，香港嘅樓市都係盈利暴跌啦。咁而家得唔係好多啊，但係已經令到樓價回到7年前啦。如果香港樓市嘅神話破滅，最終亦都會打破內地樓市最後嘅一絲信仰啊。而大陸呢，對於香港樓價下跌啊，或者樓價呢個話題呢，係成日會登上熱搜噶。有啲意見認為啊，話內地同香港對於樓市存在唔同嘅控價方式啦。香港嘅地少人多啦，大陸同香港兩地嘅樓市結構好難相比啊。亦都有唔少網民啊，見到個樓價好高，根本都買唔起樓啦，就話香港嘅樓價暴跌呢，應該就要做個好嘅榜樣，做俾內地睇啦。認為內地樓價過高，早話應該跌啦。然後亦都有人講啊，唔通個樓市淨係俾升唔俾跌？你做實體生意嘅，甚至乎龍頭房地產商都冧啦。亦都提到啊，而家呢個成個大環境係俾高嘅租金所綁架㗎。
老百姓一直俾呢啲高嘅租金綁架住，根本係冇幸福噶，後代亦都冇未來噶。好啦，咁今集呢，就同大家睇咗一睇啲香港嘅樓市嘅資訊啦。咁大家點睇呢？你認為啦，香港嘅樓市會唔會再進一步下跌呢？明年加息嘅話，會唔會再跌得金啲呢？下邊留個言啦。咁我哋今集同大家睇到呢度先，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